大家好，我是香港汉瑞今天教大家开通盈透证券盈透证券呢，它是一个美国的本土券商相对于香港券商来讲，盈透证券它是一个美国本土券商，它是受美国的一个监管保护的像之前的话，盈透证券开户的话，它有个最低门槛，目前的话，它已经取消了这个最低门槛要求。大家想开户的话，就是不需要最低存款，即便是你资金体量比较小，也可以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小资金去炒股也是可以的。它的一个步骤就是，它相对于这个本土香港券商的话，它开户比较繁琐，它的一个操作界面也比较复杂。不过没关系，大家跟着我的这个教程教大家5分钟高效开户它盈透证券的一个最大优势的话，它就是它这个余额是有这个高额利息的。它就是你存入盈透证券的这个余额只要大于1万美金，它的这个账户是有这个余额利息的，它最高的利息能达到4%活期利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非常好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各种币种它都有相应的一个利息，相对来说美元的这个利息是比较高的，它的一个存款余额的一个利息然后呢，它就是支持全球多种货币。你开了这个盈透证券，你不管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只要支持你开通的这个地区，你转任何币种进盈透证券都是可以的，它都接受。而且它在盈透证券里面换汇是无损的，基本上都是你可以谷歌一下它的一个当天实时汇率，它的一个兑换也是按照当天的实时汇率兑换的。有这个美国的盈透证券，你可以实现你的资金全球流通，全球的一个货币互转，没有这个任何损失。你像很多的有这个全球资金流转的这些用户的话，他通过盈透证券换货币，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就是你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汇款入金都是可以的，这个香港账户或者是美国本土账户的话是可以入金的。然后它的一个优势的话，目前来讲，盈透证券它是一个品类以及功能最全的一个券商，它可以投资全球股票你像全球的这些任何品类，基本上你能想要投资的，它在盈透证券都是可以的。你可以买卖世界各地的一个股票 ETF、债券、基金、期货等，还有它的这个各个地区的一个股市都是可以的，像东南亚股市、印度股市、日本股市、英国股市，现在港股还有很多这个新兴市场的一个布局，大家都是可以完美的。它的一个品类齐全，它可以用这个券商交易全世界，而且它这个交易的地区的话，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每天的话，它的一个平均的话，183万2千单的一个营收交易，而且盈透目前来讲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券商之一，而且连续10年被评为美国顶级券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就是这个美版账户是真正的一个离岸账户，而且并受这个 SIPC 保障的。你像这个盈透的话，你如果申请你像香港也有这个盈透，它的一个账户主体的话是属于香港监管的。今天教大家开通的这是美国本土的一个盈透，它的一个主体是在美国的。因为这个网站你打开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打错，那个进入了这个香港的盈透证券，它的界面没有多大的一个差别。大家为了避免大家就找错这个网站的话，大家会把这个链接放在那个视频下方，大家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注册了。它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离岸户口，这个资金是非常安全的，而且能做到一个风险隔离。它相对来说一个最低的一个离岸户口，你相对来说不需要你折腾，没有什么门槛，你现在也没有这个最低入金的要求了，你只要有护照或者有身份证就是可以注册的。然后可以买卖碎股，如果资金比较小的话也是可以使用这个盈透的。它的一个大概优势就是投资种类齐全，然后全球的一个股市都可以投资，而且没有最低门槛。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它有这个中文客服，还有这个中文界面。相对于嘉信理财来讲的话，它这一点比较友好。你在手机 app 端，你把这个更改为中文界面，相对来说比较适应咱中文的这些朋友使用。而且它这个，如果你这个交易金额越大的话，它相对来说交易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基本上绝大多数这个汇入的这个款项也是这个可以免费入金的，兑换外币无损兑换，而且它余额有一个4.83的一个利息。它的一个交易费率大家可以看看，它分为阶梯式跟这个固定式，然后阶梯式最低的话就是0.35美元，然后这个固定式的话是每1美元这个交易费用。大家根据自己这个炒股这个需求，这个资金体量，到时候可以选一下这个固定式或者阶梯式这个盈透的这个开户邀请链接的话，就是这个，就是
因为他现在有这个活动，就是通过邀请开通的话，它最高有一个$1000的一个开户奖励，美金，就你入$100的一个入金，会奖励你$1，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我刚才也说了，香港的营投跟美国的营投，它的这个网站大同小异，就是很难区分。为了避免大家就是点错链接直接进入这个香港营投的话，我会把这个链接直接打在这个视频下方，大家直接通过视频下方这个邀请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美国营投了。进入到美国营投，首先是离岸账户，受美国监管，下来的话，它有这个开户的一个奖励，下来就跟着我一起一步一步注册这个营投证券嘛。它的一个开户流程首先通过这个我这个邀请链接点击进去之后，会看到这个界面，大家点击进去之后，在这个右上角点击这个语言，选择这个中文简体你是香港或者台湾的话，可以选择中文繁体，然后开始申请，点击这个开立账户，点击这个开始申请这一步的话就是填写你的电邮地址，这个电邮地址，然后我个人建议还是最好用 Gmail 或者是这个微软的邮箱大家如果根据自己情况来吧，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最好用谷歌邮箱，然后用户名设定一个用户名密码，然后确认密码这个国家地区就选择创建账户之后会给你的邮箱发送一个邮件就是为什么推荐这个 Gmail 如果你用内地的邮箱的话，有可能就会收不到这个验证码，就是收到这个验证码之后点击确认电子邮箱，这第一步就算完成了。然后选择这个账户类型，因为咱们绝大多数其实都是个人用户，点击这个个人，然后在下面选择这个语言简体中文、英语或者是繁体中文开始申请，然后在这上面你的个人联系信息，这个姓名称呼，这个的话就可以直接写成中文就可以姓名，然后你的 last name， 然后你的 first name，last name 就比如说张三，这边就是三，这边就是张，然后就是写英文大写字母，然后你的地址，你像这个地址你像美国的话跟咱内地不一样，咱内地的是从大到小，国家，然后省市，然后地区，在那个国外的话，它基本上的地址是最小这个是单元，然后城市、省，然后邮政编码，根据自己情况来填写。然后如果你的邮寄地址与你这个地址不同的话，点击这个与邮寄地址不同来选择另外一个地址也会填写。然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选择这个手机，然后地区中国或者中国香港这个电话号码添加进去如果觉得这个有香港号码也有内地号码也可以添加，都添加进来都是可以的。你的个人信息，你的出生日期、婚姻状况，还有这个纳税识别号。你像咱基本上它的一个纳税识别号基本上都是一个身份证，把这身份证号填写进去，然后选择你的一个身份证明，你可以选择你先选择国家地区，然后你选择用护照或者用身份证都是可以开通的选择护照，然后护照号码到期的日期填写，然后在这个受雇佣的这一块就是你的工作受雇还是自雇，根据自己情况来填写写受雇，然后就是它这上面有个声明，您的关系是否有任何经纪商、投资顾问、期货理财，就是询问你是否有这个金融相关的一个关系，你就是填写这个否，然后完整的这个单位名称，就是有些人可能目前是待业没有工作，你就写你原单位的这个单位名称就是可以的，然后选择国家地区地址，然后从小到大，然后某某某某地方，然后地址某某街道，然后城市、省、邮政编码、商业性质什么的，你的职位大概填写一下，然后选择这个工作财富来源，就是根据情况工作收入或者是这个津贴房产交易什么的，然后填写一个安全问题，然后这个账户信息的一个基础货币，因为咱们用这个营投的话，我想绝大多数就是用来炒美股的，所以就选择基础货币就是 USD 美金。然后这个安全问题，你把这个安全问题设置一下，如果以防万一的话，大家还是最好拿笔把这个记一下，万一哪天忘了这个账户的密码或者账户了，然后通过这个安全密码、安全问题以及一些个人信息可以找回你的账户，然后把这个安全问题这个答案全部填写一下，确认手机号码，点击进来，然后他会给你手机发送一个手机的一个确认码，然后把这个输入进去，点击提交。然后这个账户类型的话会让你选择这个账户类型一般的话它就是
咱普通人的话就是用这个保障金账户，还有这个现金账户，它俩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现金账户就类似于就是你的自有资金，你没有这个最低存款要求，它不支持你这个券商融资。就比如说我充值进去多少，我就只能用这个我的余额来交易。但是保证金账户不同的一点就是投资者可以就是用这个股票作为抵押，然后向券商融资，也可以就是卖空股票。就比如说我现在账上只有10000美金，我现在赶上一个大牛市了，我想再加10000美金，但是我现在要入金的话赶不上，或者是我资金不够，我就可以通过我这个自有资金的10000，然后融资相应的额度去买股票，有这个好处。我建议大家最好开这个保证金账户吧，然后输入你的一个年度净入这个年收入，然后资产证明还流动的一个值根据自己情况来填写，不要填写太夸张了，你填写几个亿或者几千万，这有点夸张了，就可以适当的一个美化，但是不能太过分啊。然后投资的目标还有交易目的根据自己情况来想勾选，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你想交易的这个品类你像各国股市，你像美国的、非美国地区的、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西班牙等等等等这些品类的这些投资，就之前给大家讲，盈投证券它的是一个交易品类最复杂、覆盖交易市场最多的一个券商。作为一个成人小孩子才做选择，就作为成人，不管用不用，但是你得有这个功能。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全部全选，然后根据这个交易的一个次数比数，根据各自一个投资能力，把这个全部勾选下一步，然后把这个勾选它这边有一个规管规定，就是您所账户的一个列出这些你是否是上市公司的一个雇员，这个还有这个你是否实际控制这个上市公司基本上没有，把这个填否，然后点击下一步还有这个附加账户功能，它就是一个股票收益的一个增长计划，就类似于你的股票你现在想长期持有，你不打算卖出，你可以把这个勾选起来，就是把你的股票借出去让别人卖空，这样的话是可以赚取一定的利息的，这个可以勾选一下。然后您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到我们，推荐或者是搜索都可以，点击继续，然后确定您的一个税务居住地址受益人名称、国籍、永久地址什么的这些这个永久地址就写你最好就是你老家的地址或者什么，这个关系不是很大，主要在国家这一块你一定要写咱中国，因为中国的话它有个这个税收优惠，相对来说税比较低一点。然后你的出生日期，你的这个美国纳税识别号，你像 ITN 你像我后期也会讲这个 ITN， 如果有已经申请的话，可以把这个 ITN填写上去，到时候报税的话比较方便。这个选择中国因为这些信息的话就牵扯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这个表格 W8本表格的一个信息，这个就是美国税务局要求的填写这个税务优惠的一个信息，把这个一定要填写准确，然后点击下一步你在这边要做一个签名，这个账户的一个名称，这个日期，申请日期，然后这个就是你接受的这个签名你当时写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比如说之前写的大写就一定是大写，小写一定是小写，之前签的是中文的话一定是中文，保持上下一致，然后点击继续这个协议披露，这个有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读一下，把这个全部勾选，然后下一步这个最后做一个签名，就是账户名称，然后你接受的这个签名，此时再做一个签名，然后点击继续提交的话就是会看到这个界面，就是恭喜您的账户可以获得新客送股，就是我刚才讲的最高可以获得$1000的一个股票赠送，它赠送的是盈透的一个股票，然后就是有的比较快的话就几个小时就通过了，有的话可能会比较慢一点，需要几天，到时候如果审核通过了会收到一个成功开通的一个邮件或者是如果材料有问题的话，他会让你提交这个补充材料，因为之前的话需要你上传护照什么的，比较繁琐，现在的话好像比之前要容易得多，没有这些其他的要求，这就是你填写正确的资料基本上就没问题。
然后你会收到这个邮件，就是恭喜你已经开通成功了，这个账户目前等于说已经开通成功了。当你开通成功之后，下来就加入到这个盈投证券的一个入金了，入金之后这个账户才算是真正可以使用，因为你入金之后，它才能买卖股票，然后创建这个存款通知创建存款通知，它的一个入金方式还是非常多的，入金方式灵活多样，选择你要存的这个币种，你有美元的话你就选美元，有港币的话就选港币。它支持银行电汇，支持这个美国银行直接发起这个 ACH 转账，连接新的银行账户。因为不同的这个转账方式，它的一个时效性还有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免费的，有的话可能会由银行收取一定的一个费用，有的比较快，有的比较慢，大家根据自己情况我的建议是本着最省的目的，有相应的一个存款。我最推荐的就是美国本土银行账户的 ACH 转账。如果没有这个美国本土账户的话，大家感兴趣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有一个开通美国汇丰的这个银行，这个相对来说也是零成本，没有什么成本就可以申请这个账户，通过海外的汇丰转账到美国汇丰，然后再通过 ACH 转账，就能说整个过程都是无损入金的，完全无损。还有就是这个在线账单支付邮寄支票，还有这个外资余额转账。这外资余额转账的话，它费用也是非常低的，好像是每笔的话，你手笔好像是零费用，之后的话会有一个0.39的一个费用。这个的话不管你入金多少钱，你100块、1000块、1万块、10万块，它都是这个0.39，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所以说我最推荐外资跟那个 ACH。大家记着关注一下香港汉瑞，就是这个像这个入金的话，我下期会专门出一期节目，着重讲一下这个外资入金还有 ACH 入金这两种方式。还有这个 ACH，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美国银行账户的话，大家可以去我频道看这个美国汇丰银行账户申请。还有这个外资入金，大家最好现在如果有这个外资的话，可以准备好你的外资入金。如果没有外资的话，我的频道也有教大家申请美国外资账户的一个视频教程，大家可以看看，把这个外资账户跟那个美国汇丰的账户准备好，然后等到下一期的话，我会详细讲解如何入金，着重于外资入金还有美国 ACH 账户入金。这一期的话就讲到这儿，大家关注一下我这个看下一个视频，然后学习这个盈投证券入金